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正签合同时，突然接到妹妹的电话，她小心翼翼道：“姐，你和姐夫离婚了吗？”我很是不解，正欲回答时，电话那头突然传出一道陌生的女声，她高傲地喊着我妹妹名字：“给你立的规矩全忘了，上班期间要全心全意伺候我，谁允许你来厕所摸鱼了？”紧接着就听见一道清脆的巴掌声，告诉我规矩是什么。下一秒，妹妹诺诺开口：“第一，上班期间必须弯腰和你说话；第二，工作期间所有的收入全部给你上交；第三，手机24小时开机，只要你张口，我必须实行。”女人嗤笑一声，还算你懂事。现在给你多加一条，在外喊我老板娘，必须要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的身份。听着妹妹的啜泣声，我气疯了，直接给老公打去了视频。听说你挂着我公司老板的身份，在外养了一个小老板娘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陈康明顿了顿，嗤笑一声：“老婆，今天可不是什么愚人节，你就少和我开玩笑了。”我强压住心口的怒火。沈婉婉，新来的那个实习生。好了，老婆，我这边要准备开会了，有事等我开完再说吧。不等我把话说完，陈康明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听着电话那头不断传来的电流声，我满脑子都是1周前妹妹那张布满泪水的脸。当时她哭着求我：“姐，有个叫沈婉婉的去你们公司了。”由于这家公司我平时都是交给陈康明打理，所以我很是疑惑地摇了摇头，我不太清楚。怎么了？你认识吗？妹妹很是惶恐地点了点头，他是我舍友。姐，你能不能和姐夫说说，取消沈婉婉入职的资格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瞬间领悟过来，这个沈婉婉就是平时欺负你的那个女生吗？毕业当天，我开车去接妹妹回家，却意外发现她胳膊上有好几个烟头烫出来的伤疤。我怒不可遏，逼问之下，这才得知妹妹宿舍有个舍友一直欺负她。虽说妹妹不惹事，但也不可能是那种被人压住欺负的这种。可当我问她为什么不反抗的时候，她却一个劲的摇头不肯说，甚至还3番5次的叮嘱我：“姐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你千万不要去找她。”碍于妹妹多次请求，再加上我压根不知道欺负她的人叫什么名字，饶是我心里再难受，也只好暂时答应下来。所以这次妹妹告诉我她会来我公司实习的时候，我瞬间打起了精神。她告诉你，她要来我公司实习？妹妹无助地点了点头，随后倚靠在我肩膀上：“姐，可以吗？我真的不想看到她，但是你也别去找她麻烦。”面对妹妹这个要求，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了。随即就陈康明打去了电话，他很是爽快地表示自己知道了。既然是咱妹讨厌的人，那我肯定不能放她进来。老婆，我办事，你就放心吧。听到陈康明如此表示，妹妹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。可现在，为什么沈婉婉会出现在公司？更甚至，她声称自己是老板娘。想到这些，我赶紧敲定了和乙方的合同，然后火速联系了司机，给我买张回去的票，送我去机场。快！我和陈康明是在大学认识的，一路恋爱到结婚，整整6年的时间，我对他可谓是100%的信任。所以当我想扩展商业版图的时候，他一边支持我，一边又说心疼我。老婆，到时候你一个人管理2家公司，太辛苦了。正好我也学的金融，可以帮你分忧啊。想着都是一家人了，
我也没有丝毫避讳。好，那以后这家公司就归你管了。我不得不承认的是，陈康明接手公司后，没有出现半点幺蛾子。直到刚才妹妹的那通电话，沈婉婉嚣张的语气不断在我大脑里回荡。我想，要是没人给她撑腰，她绝对不敢如此狂妄。想到这些，我赶紧联系了陈康明的助理，要他先将我妹带去休息室。可消息发出去10分钟了，对面迟迟没有回复。让我感到恼怒的不仅仅是他没有及时回我消息，而是因为3分钟前他在公司大群里分享了一个直播间，名字很有意思，叫老板娘的规矩是。我心里的不安逐渐放大，下意识地点了进去。画面逐渐清晰，我妹妹的脸赫然出现在了直播间。此时的她正跪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脱下面前的鞋子，任由沈婉婉的小腿搭在她的头顶。伴随着她的手势，妹妹很是自然地将双手搭在小腿上，给她按起了摩。我气得目眦欲裂，看着妹妹低眉顺眼伺候沈婉婉的这一幕，我再也憋不住心中的怒火。联系陈康明，联系助理，联系秘书，全部都是没有应答的状态。无奈我只好喊司机踩死油门。刚吩咐完司机，就听到一声惨叫，沈婉婉的脚不停地踹着妹妹的脸。我之前教你的，你都记到猪脑子里去了吗？按这么使劲，是想疼死我对不对？妹妹眼眶里蓄满泪水，可就是不敢哭出来。她咬着嘴唇，不住地摇头。对不起婉婉，我错了，我重新调整好力度，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可妹妹唯唯诺诺顺从的表现，再一次惹怒了沈婉婉。你哭给谁看？你哭是觉得我骂你骂错了吗？还有，婉婉是你叫的吗？你一个下属就敢这么直呼老板娘的名字？说话间，他起身一巴掌呼在妹妹的额头上，妹妹没有防备，直接往后倒下去，头发更是散落开来。此时我才注意到，妹妹两边脸上都有很清晰的巴掌印，右侧眼睛上还有一大块乌青。我气得牙齿都痒。好在司机已经把我送到了机场门口。本来我打算的是今天签完合同，好好休息一晚，坐第2天的飞机回去，时间上也更宽松。可现在根本由不得我想那么多了。好在有幸运之神照顾我，让我抢到了今天的最后一张票，距离登记时间还有5分钟。我卯足力气拽着行李就跑。好在最后1秒上了飞机，我第一时间连上无线网，再次打开了那个直播间。此时的沈婉婉已经不再拘泥于单纯的对我妹妹进行肉体上的欺凌，而是转变为精神上的。她随意将几份合同丢在我妹妹面前，给我读出来。妹妹不敢有半分迟疑，抓起合同就开始念。可还没说出几个字，一个杯子就朝妹妹身上砸了过来。沈婉婉面色铁青，规矩呢？忘记了。妹妹恍然大悟，白嫩的脸上毫无血色，随后缓缓地将身子弯下，一字一句地念起了合同。沈婉婉双腿放在茶几上，一边喝着我珍藏已久的洋酒，一边不停地挑妹妹的刺。这一幕看得我胸口堵塞，心里也只能暗暗祈祷。警察赶紧去往现场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打开了。陈康明的小助理满脸的笑意，讨好的冲沈婉婉点头哈腰。老板娘，您要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。他拍了拍手，门后来了10几个壮汉，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个水桶，上面还放了水勺。随后他毕恭毕敬地将分贝仪放在沈婉婉手边。沈婉婉很是满意地挥了挥手，行了，
出去吧，不用关门，让正在上班的同事都过来看着，好好看看我是如何立规矩的。妹妹不受控制的瑟缩了一下，脸上的惊恐看得我直抽抽。等全部同事进来办公室后，沈婉婉盛起一勺水，泼在了妹妹脸上。在场的众人面面相觑，惊慌一闪而过。人群中，曾经跟了我2年的秘书率先鼓掌，老板娘威武。紧接着，不少人开始了拍马屁的行为。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我支持老板娘这么做。沈婉婉冷笑一声，犀利地瞪了妹妹一眼，还傻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念合同。说着，他将分贝仪直接挂在妹妹的脖子上，超过10分贝就赏你1勺水。妹妹急忙点头，刚举起合同，却又被沈婉婉压下。但你念的合同，要是有人没听清楚，那就赏你5勺水，不过泼在你身上，水又会全部洒落在地面。他思考了几秒后再度开口，这几桶水是从哪里接的？是厕所吧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他阴恻一笑，那就这样好了，1勺水泼你，5勺水你喝了。妹妹错愕抬头，但最后还是顺从的点头答应了。我呼吸不畅，鼻头一酸，眼神顺势落下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敢相信，妹妹竟然会如此顺从，竟然会一点都不敢反抗。这其中一定有我不知道的事。随着沈婉婉喊开始，妹妹颤颤巍巍地念出了第1句话，可因为是第1次，声贝没有掌握好，直接超出。而沈婉婉更是说到做到，1勺水从头淋下。更要命的是，她还将空调开到了16度，并开了强风。妹妹站在空调风的正下面，冷得她直打哆嗦。接连被泼了好几次水之后，妹妹终于能完美的控制好自己的声贝了。突然，秘书打断妹妹的话：“老板娘，抱歉，我刚才没有听清楚。”另外一个人急忙应和：“老板娘，我也没听清楚。”妹妹一脸茫然，沈婉婉却得意地用下巴冲着她：“你聋了？有人说听不清楚，你应该怎么做？刚才的规矩你都忘了是不是？”妹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，这一行为却激怒了沈婉婉。她起身，一脚踹在妹妹膝盖上，妹妹吃痛，直接跪了下来。秘书赶紧给一旁的同事使了使眼色，两人直接架着我妹，将她提溜在了水桶面前：“赶紧喝啊！”妹妹不情愿，有些抗拒地挣扎了一下。婉婉，不，老板娘，我有些头晕，可以不要。不等她把话说完，秘书直接按照沈婉婉的意思，将妹妹的头按了下去。妹妹的哭喊求救声，还有水流的咕咕声，充斥在整个办公室。住手！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，几名警察出现在了画面里。我们接到报警，谁是沈婉婉？沈婉婉恶狠狠地白了妹妹一眼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还敢报警？”直播间被关闭，我心里的那块石头也下了不少。起码警察来了，沈婉婉不敢对我妹妹再造次了。焦灼中，飞机落地，司机接到我，快速赶往公司。与此同时，我接到警察的回访电话，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不存在欺凌行为。沈婉婉否定了你说的事，我直呼不可能。她欺负的那个女孩是我妹妹，叫林雪健。警察示意我冷静下来。当事人林雪健，我们也问过了，是她亲口说的，自己没有被欺负。电话已经挂断了，不知道多久，可我心里的谜团却越来越大。很快就到了公司楼下，等待电梯上楼的时间对我来说十分的漫长。电梯门开，前台看到是我后，很是吃惊：“林总，您怎么提前回来了？”此时的我哪里还有时间质问他们，
拐弯转身进了办公室。沈婉婉抓住妹妹的领口，一个巴掌打了下去。你还敢报警是不是？我看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妹妹很是无助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就在沈婉婉第二个巴掌抡下去的那一刻，我及时出手，死死地攥住了她的手腕。沈婉婉，不等她反应过来，我的巴掌已经稳稳地落在了她的脸上。她那娇滴滴的脸哪里经得起我这蛮力？红肿的速度肉眼可见，嘴角甚至还渗出了血迹。妹妹诧异地看着我，姐。沈婉婉直接怒骂了出来：“你谁啊？还敢打我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来人啊！来人啊！”我心疼地将妹妹从地上搀扶起来。虽然她已经换了一套干爽的衣服，但身上的温度很低，顾不上其他。我麻利地打开行李箱，将外套取出披在她身上。这过程中，妹妹不停地拉扯着我的衣服：“姐，你怎么可以对沈婉婉动手呢？她可是……”我摇了摇头，示意让妹妹安心，冷漠地看着沈婉婉：“你说你是谁？老板娘？所以你老公是谁？陈康明吗？”沈婉婉愣了一下，一口唾沫朝我啐来：“不识货的东西，知道我的身份了，还敢冲我叫嚣！”突然，她像是变了一个人，眼泪呼之欲出，朝我身后委屈开口：“老公，你终于来了。”我顺着他声音向后看去，果然是陈康明。他单手插兜，径直走向沈婉婉，亲昵地摸了摸她脸上的伤口。我捏紧拳头：“陈康明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”妹妹无比的慌张，不停地扯着我要我赶紧离开。沈婉婉则怒骂：“我老公的名字也是你这种贱人配喊的，赶紧道歉！”陈康明则不紧不慢地看向我，他很是不屑地将我头扫到尾：“解释？我看是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吧。”说着，他拍了拍沈婉婉的肩膀：“你把我老婆打成这样，你说我该怎么处理你和你妹妹比较好吗？”我很是惊讶：“陈康明，你脑子抽风了吧？我是谁？你不认识吗？”陈康明翻了一个白眼，毫不忌讳地大笑了出来：“你啊，我当然认识，我的前妻，这家公司的前主人。可惜啊，你还不知道，你公司的全部股份已经被我吞下去了，你新公司也岌岌可危了。”他漫不经心地伸出脚：“这样吧，你替我舔舔鞋子，给我舔干净了，说不定我心情一好，可以念及之前的旧情，考虑帮你一把。”我扑哧笑了出来，心里顿时明白，为什么妹妹被打成这样都不敢反抗，为什么陈康明敢和我对着干，为什么所有的员工都以沈婉婉为尊。原来问题出在这。陈康明，你太自以为是了，你以为开股东会釜底抽薪，让我滚蛋，你就能拿捏住我了吗？随后，我将刚签好的合同备份丢了过去，好好看看，我今天去外地签的什么合同？这是正儿八经的吞并合同，我的2个公司都并给了这家公司，和我玩黑吃黑，你太嫩了。陈康明在看清上面的内容后，浑身发抖，脸色更是黑成了锅底。沈婉婉想开口安慰他，刚凑过去就被陈康明推开，他像是发疯一样将合同撕碎：“不可能，你在骗我！我谋划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可能会这样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不信吗？那就等着瞧喽。”说完，我不顾陈康明的骂声，半抱着妹妹离开了公司。去往医院的路上，妹妹放声大哭：“姐，对不起，我让你担心了。”这番话落在我心里，如同一把钝刀，不停地割着我的心脏，心口像蚂蚁啃食般，不断朝我四肢百骸蔓延开来。雪见，不是你的错，是姐姐的错。至此，我才知道妹妹不敢反抗的真正原因。
原来他从沈婉婉的嘴里得知，陈康明要吞并我的公司，并打算让我破产滚蛋。只要你乖乖的听话，我可以吹枕边风，让我老公放你姐一马。我安慰的抱紧妹妹，你姐混迹商业这么多年，还会被他坑了吗？放心吧，没事的。话虽然是这样说的，但心里还会觉得悲伤，毕竟被自己信任的老公背叛，说不难过是假的，但同时我心里更多的是庆幸。早在半年前，陈康明以想要个宝宝为由，希望我放下手头上的工作。当时我虽然表面上拒绝了，但心里也有了这个念头，所以我在临市找了好朋友，开了另外一家公司，以我妹妹的名义。在世上，我只有妹妹一个亲人，所以我必须给够她足够嚣张的资本。半年的时间，陈康明所有的合同最后都会经过我这家公司，最后所得利益也是外事这家公司先分，最后再回到陈康明管理的这家公司里面。简单来说，陈康明的这家公司从半年前就属于一个外包公司了，要不是我背后援助，早倒闭了。现在想想，要不是我一心想着妹妹的话，也不会这么做。雪见，姐姐应该感谢你。很快我和妹妹就到了医院，发烧了，需要吊盐水，担心妹妹还有其他的创伤，所以我安排了住院。看着妹妹沉沉睡去的脸庞，我再也憋不住情绪，痛哭了一场。几分钟后，律师给我发来消息，上面明确地告诉我，我和陈康明已经没有了夫妻关系。我想不通，但很快就明白过来。1个月前的结婚纪念日，陈康明让我签了一份合同，现在想来，那应该是离婚协议书。他为了让我滚蛋，还真是付出了不少。医院这边安顿好妹妹后，我又开车去了公司。彼时的公司大乱，陈康明不知所踪。沈婉婉坐在老板椅上，秘书弯着腰正给她上药。见我进来，她慌乱无比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没搭理她，自顾自地看向秘书。刘秘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是知道我和陈康明的关系的。你明知道沈婉婉的身份，竟然还帮着她一起欺负我妹妹是吗？秘书舔了舔嘴唇，扭捏了一下，最后挺直腰板。是，那是因为我知道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我笑了笑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不但被开除了，而且还要赔偿我120万。闻言，秘书脸色煞白，手里的动作直接僵在半空中。他艰难地开口：你说什么？沈婉婉气势凌人。大白天的，你做梦了吗？刘秘书是我老公手下的人，要开除也应该是他来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本来还无比紧张的秘书听完沈婉婉的话后松了口气，他很是狂妄地盯着我。林总，不，林雪天，你有什么资格开除我？需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什么东西都不是吗？我淡淡一笑。刘秘书，先别这么早下定论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1周前你偷偷将我公司的投标以低价转给了陈康明，泄露公司机密是会坐牢的，你懂不懂？他急得面红耳赤。你和陈康明是一家人，我不算，那你需要和警察解释。你要知道，我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。很快，警察上来，直接逮捕了刘秘书。在临走之时，他仍然不死心地冲我大喊：我没有犯罪，你冤枉我。人离开后，沈婉婉有些慌张，在开口时底气都少了不少。可我没有和他计较，甚至都没有和他说话。对于这种烂人，和他多说一句，都是在浪费我的感情。从公司出来后，我联系了律师，可以开始动手了。第2天，陈康明管理的公司宣告破产。
而我作为持股人，因为被他掏空，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。好消息接踵而来，医生告诉我，妹妹身上的伤口都可以完美去除，不留下一点疤痕。当天，我接妹妹出院回了家，毕竟在家里的休养环境更好。只是没想到，我正陪妹妹看电影的时候，家里多了2个不速之客。陈康明一脸颓废地站在门口。老婆，你做得太绝了！我微微蹙眉。陈康明，咱俩已经没有关系了，离婚证书可是你亲自骗我签下的。陈康明迟疑了几秒后再次开口，你到底怎样才肯原谅我？我知道你痛恨婉婉欺负妹妹，可她天生性格顽劣，她这么做也不是故意的。下一秒，沈婉婉的脸出现在我眼前，她仍然有些傲慢，把雪见给我喊出来，我和她道个歉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你也别计较太多了。面对理直气壮地2人，我差点气笑了，可偏偏沈婉婉还不停地往我家里挤。林雪见，你出来，让我给你道个歉。陈康明则一脸的无所谓，咱俩离婚是感情破裂，夫妻一场，你没有必要，你也不能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要我说，婉婉道歉后，我们之间的事就过往不究了，正好也一拍两散了，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。陈康明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神情。我知道原因，他总觉得我还爱他，在他眼里，女人是感性动物。我承认我也确实心软，但欺负到我妹妹身上了，我绝不可能善罢甘休。这些话你们等警察来了和警察说吧。我毫不客气地关门，将2人破防的声音彻底隔绝在外。很快，警察再次登门，我将那天直播间的内容给他们看了。不仅如此，妹妹还找了好多证人来，都是她学校的舍友。此时我才知道，沈婉婉和陈康明早就在一起了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沈婉婉就以是陈康明的老婆自居，然后拿身份拿捏我们。剩余的几个舍友都遭受过沈婉婉不同程度的欺凌，但都没有我妹妹受伤严重。而沈婉婉着重欺负我妹妹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，因为她是我妹妹。随着警察的深入调查，他们还有意外收获。沈婉婉是个小偷，当那些赃物摆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很是震惊。这些全部是从沈婉婉家里搜出来的，全部都是名牌包，还有鞋子和手表。我们根据专柜编号找到了你。我傻眼了，立马检查了衣帽间的那些包和手表，果然全部都被人换成了假的。欺负同学同事这件事，拘留加赔偿，最多3个月。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警察看着我，您这件事追究吗？当然。我快速提供证据，打开了衣帽间的监控，这才发现，早在1年前，陈康明就胆大包天，趁着我在外工作的时候，领着沈婉婉在家过日子。我的衣帽间成为了2人私会的浪漫场所。沈婉婉娇羞地躺在陈康明的胸口处。咱们这样不会被发现吗？这里可是有监控啊。当然不会，这个蠢货特别信任我，压根不会打开监控看。放心吧，起来，咱们再来一次。正是因为这句话，让沈婉婉动了歪心思。沈婉婉被抓当天，陈康明被证券局的人带走调查去了。看到我站在警察旁边，他彻底崩溃。我只是借用你几个包包而已，你这么有钱，为什么不肯放过我？贱人，我拿的也是我老公和你的共同财产，你没有权利让警察抓我。放开我，我没错，你们给我松开。我万万没想到，真的有人会这么理所当然，难怪他甘愿做小，真是讽刺啊。前脚送走沈婉婉，后脚
陈康明就找来了。他像愤怒的小鸟。沈婉婉人呢？你报警抓走了我的老婆，问过我的意愿吗？我懒得理他，呼叫了门口的保安。等保安来的间隙，他突然变了个人。既然你让我失去了老婆，那你就得补偿我一个妻子，咱们复婚吧。我瞪大眼睛，完全不相信他能如此淡定地说出这话。见我迟迟没有开口，他突然抱住我，老婆，我兜兜转转了一圈，这才意识到只有你对我最好了。我相信你也是爱我的，咱俩复婚吧，好吗？给我一个再次追求你的机会。我快被他抱到窒息。终于，保安来了，彻底将这个疯子拖走。他嘴里不舍地喊着：“老婆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一定要原谅我，我们结婚，生个宝宝好不好？”人走后，我仍心有余悸。后来才发现，陈康明不但破产了，还欠了一大笔外债。那些债主如同没吃肉的狼，抓住他天天催要合同款。可现在陈康明哪里有钱啊？原本以为他会为这些外债发愁，可没想到他却盯上了我这块肥肉，每天都会蹲守在我进出公司的门口，每天都拿着一捧花，看到我来就单膝下跪和我求婚。一些不明真相的员工还以为这就是真爱，甚至还暗自怂恿陈康明赶紧把我追到手，为此给他透露了不少我的行踪。所以在这场会议中，看到陈康明突然出现，我没有丝毫的意外。他身上的衣服又脏又臭，但手里的鲜花十分新鲜。在众多合作伙伴商惊诧的眼神里，他直奔我的面前，缓缓下跪，然后掏出一个易拉罐，抓住我的手，带了进去。老婆，和好吧，戴了我的戒指，就代表你同意了。我被折腾得有些不耐烦。陈康明，你还要装疯卖傻到什么时候？想当初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陈康明就以单纯小男孩自称。我们男生哪里有什么心机，每次都被你们女人玩得团团转。当时我不屑一顾，现在我恍然大悟，他要是真没心机的话，能做出现在这种举动吗？他心里清楚得很，现在只有和我在一起，才能回到当初光鲜艳丽的日子。我神情冷漠，陈康明，你要是再不滚的话，我就报警了。陈康明猛地眼眶红了，老婆，你非要对我赶尽杀绝吗？我知道错了啊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原谅我？我是出轨了，和沈婉婉在一起了，但是你呢？你就没错吗？要是你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，我还会出去找别的女人吗？他目光如炬，你也有错，别以为就我一个人有问题，这件事你错的还比我严重。你不在乎我的心情，你只看重工作。我彻底惊呆，当然也彻底明白，和这种人不能多说一句。警察的速度很快，陈康明直接消失在我眼皮下。半个月后，我带着妹妹搬了家，去了林市，所有公司的业务也都集中在了这个新开的公司里。不少老合作伙伴都因为我这个举动，跟着我把项目转移了过来，挣的钱虽然比以前少了，但日子却好起来了。妹妹在我的陪伴下，身心越来越健康了。好几次我带着她出门旅游，她都不会避讳我给她拍照了。某天我正在浇花，妹妹惊呼出声：“姐，你看看这是不是陈康明？”迷糊的照片里，我第一眼就认出了地上那个烂醉如泥的男人，是他。妹妹整张脸变得扭曲起来，他竟然陪酒去了。我笑了出来。是啊，不去陪那些大佬，他的债务可怎么办？陈康明有个好皮囊，长相阴柔，很受那些大佬的欢迎，所以在这个行业很吃香。可他不知道这些大佬的怪癖，等再有他消息的时候，
是闺蜜告诉我的。陈康明死了，你不知道，他身上都是烂脓，超级臭。警察去勘验现场的时候都惊呆了。我继续浇花，人个有命，这就是他的结局。挂了电话后，妹妹惊喜地喊道：“姐，这个月咱们公司的业绩直线上升啊！”我抿了抿唇，未来还会更好的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